大家好，欢迎来到加密不倒翁频道，我是安迪哥。本频道是专注于加密货币市场分析的频道。加密货币是高风险投资，在做出任何投资决定前，应做好各种适当之研究及调查。现在是台北时间，也是北京时间2023年1月8日星期日傍晚7点。很快的一周时间又过去，又来到每周日安迪哥为大家录制周报的时间。本周的行情正如安迪哥上周给大家预估的一样，上半周几乎没怎么动，周三早上突然拉升一波，又进入收缩整理，到周五美股大涨才又小幅拉升一点。近日比特币走势跟美股的直接联动比较不是跟随的很紧密，但是整体方向仍然是一致。可能币圈的庄家也意识到周五的美股大涨比较虚弱，所以在量能缺乏的情况下，也无法大幅带动比特币跟以太币。倒是几档山寨币下半周表现异常突出，这也是熊市周期常会看到的现象。大市值的币种缺乏量能拉升，拉一些中小型山寨币带动人气，给人一种牛回或是要反弹的迹象。这两三天拉升比较明显的是偏 NFT 跟游戏板块币种，也是之前散户介入比较多、套牢比较多的。这几天拉升其实也没有突破上一波低点，也就是这两周胆大介入的人能有一些获利。严格来说都没有突破下降压力线，或是较长天期均线，仍然只能暂时当作反弹看待。一整个下半周到周末，比特币跟以太币也无法有效突破周三早上那短波高点，安迪哥也只是在高位把之前平仓的空单再建了一部分，可以点选右上角回看上集。周二我的操作策略就是减仓空单盈利先入袋，等下半周拉升再分批建立空头仓位。那一定很多小伙伴心里有疑问，为什么是减仓空单，等拉高再开空单，而不是在低位开多单呢？这跟很多交易者的交易策略有关。很多交易者会忽多忽空的开单，在一个较小的盘整区间或许是不错的策略，但是一旦开启一个方向的趋势盘，往往最后一笔交易也会造成损失。其实交易有损失，触发停损这是很正常，就怕突破盘整的时候没有止损，让损失扩大，甚至加仓逆势开单，造成不可挽回的情况。安迪哥目前采取的操作策略是跟随熊市趋势，只在反弹高位跟压力位开空单。短线会视情况调整仓位，尽量少开多单抢反弹，因为趋势向下抢反弹如果失败，损失会过大。如果没有及时止损，甚至加码开仓，容易会出现翻车情况。如果要抢反弹多单，也是在向下突破区间后有一定跌幅才可以左侧进场抢多单，通常这种短多单一两天时间就结束，也要尽快止盈出场。可以在日线反弹的高点当作未来区间的上沿，在这图里可以明显看到。接下来可以规划区间震荡的操作策略。安迪哥最近几个月调整的交易策略比较偏中线规划，很少操作日内短线，因为盘势就是这样，一个大波动然后进入盘整，有时候日内波动非常小，不适合极短线日内操作。接下来跟大家分析提示一下下周该注意事项。1月12日公布去年12月核心通胀年增率，还有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我们看到市场预估值普遍比前值要低不少，似乎有机会能摆脱大家最关注的通胀问题。但是看到隔日要公布的数据，又似乎要产生矛盾打脸的情况。1月13日公布今年1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市场估值又高于前值，表示消费者信心有所提升。这样通胀是否能如预期的被控制呢？我个人观点，所谓的市场估值其实只是机构要拉升或是要抛售的一个借口。每当有重要数据公布的时候，总是有较大波动，我们应该更宏观一点的角度来分析本波熊市造成的因素是否解决，下波牛市的环境是否具备。目前仍然处在加息的过程中，虽然对美联储加息的预估是在放缓，但也只是加息放缓，并没有开始降息，意味着资金成本还要在 5% 甚至更高一些。缩表 QT 的动作也没有放缓，代表美联储仍然按照计划每个月在市场上降低大约900亿美金的流动性，对股市或是加密货币市场仍然是很大的考验。或许不会再创新低点，但也不具备上升的条件。我说或许不会再创新低点，也只是给多头一点点的安慰剂，实际的市场是非常残酷，所以大家还是要谨慎看待。
接下来给大家整理一下本周重点新闻，还有安迪哥对这些新闻的看法。一、美国司法部已就 DCG 与其子公司内部交易行为是否违法进行调查。根据彭博社消息指出， Digital Currency Group DCG 的内部资金转移及与其子公司 Genesis 的交易行为已经引起美国司法部的注意。美国司法部已要求与 DCG 人员进行约谈，以及提供相关文件协助调查。DCG 创办人及执行长 Barry Silbert 也被牵连其中。美国司法部对此案件正进行调查。二、火币一天内被撤资8000万美元，王喊吸取 FTX 教训，快提现走人。加密货币交易所火币在孙宇晨入主之后，负面消息不断。先是传出大刀阔斧裁员，取消大部分员工福利，后因上线派币交易处理不当，引发用户不满，导致形象受损。近日又爆出孙宇晨与内部技术人员闹翻，封锁员工沟通反馈通道，导致用户对火币的疑虑升温，纷纷撤出资金。光是过去24小时就流出逾8000万美元。三、错误声明欺诈数十万投资人 ，Celsius 前 CEO 遭纽约州控告。纽约州检察长已控告加密货币借贷平台 Celsius Network 前执行长 Alex Mashinsky， 原因是他在2018年至2022年6月期间，对公司的状况做出错误声明，鼓励资金继续流入，因而欺诈了数十万投资人。根据1月5日发表的声明，纽约州检察长 Letitia James 表示，该州打算禁止 Alex Mashinsky 与当地再从事生意，同时寻求未受伤害的投资人寻求损害赔偿与归还。四、低价抛债券保命 ，Silvergate 爆81亿美元挤兑潮，股价惨跌46%。受加密货币交易所 FTX 倒闭影响，加密货币银行 Silvergate 爆发挤兑潮，迫使该银行不惜蒙受巨额损失，低价出售资产，以满足约81亿美元提款需求。Silvergate 在提交给美国证管会 SEC 的文件中表示，第四季度与加密货币相关的存款锐减68%，资金外流规模高达81亿美元。客户存款从第三季度的119亿美元下降到第四季度的38亿美元。五、暴雷危机山雨欲来 ，DCG 关闭子公司 Genesis 拟申请破产。伴随着被 Gemini 催债，后来又遭住宿抖出靠左手倒右手来填补损失漏洞的黑幕，引发 DCG 暴雷传言四窜之际，6日稍早再度传来坏消息 ，DCG 宣布关闭旗下财富管理子公司 HQ Digital， 而另一家濒临破产的子公司 Genesis 也正进行第二轮裁员，且考虑申请破产。新年伊始，加密货币市场再度阴云密布，恐慌情绪弥漫。六、顶级投资机构 Portfolio， 多数加密货币已沦为 shitcoin。在过去1年当中，绝大多数的加密货币生态参与者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即便是拥有众多人才的顶级投资机构也不例外。据称，有着币圈茅台之称的 Multicoin Capital 在过去1年中的回撤百分比也达到了90%。七、用户审核没做足 ，Coinbase 砸1亿美元和解，股价飙逾12%。纽约金融服务署 NIFS 周三表示，已与加密货币交易所 Coinbase 就违反反洗钱规定一事达成1亿美元的和解协议。为此 ，Coinbase 将需支付5000万美元的罚款，并额外投资5000万美元用于提升法遵措施。与 NIFS 达成和解的消息提振 Coinbase 股价上涨12.3%至37.65美元。NIFS 在新闻稿中指出 ，Coinbase 在未进行身份审核用户的情况下，允许使用者开户，因而违反了洗钱防治规定。八、最快今年内上线，印尼要推出国家级加密货币交易所。根据彭博社报道，印尼政府打算在今年建立一个加密货币交易所，然后再将加密货币的主管机关改为金融服务管理局 FA。目前，印尼的加密货币市场主要由商品期货交易监管局 BAPEPTI 负责监管，禁止民众使用加密货币作为支付工具，但可把加密货币当作一种商品进行交易。九、投入500万枚 Doge， 狗狗币基金会宣布设立开发者基金。为了在新的一年扩大推广狗狗币生态系统，狗狗币基金会 Dogecoin Foundation 近日宣布，为开发人员设立新基金，并投入500万枚狗狗币 Doge， 价值约36万美元，用于支持 Dogecoin Core 的发展。10、加密货币法规 MiCA 生效后，能否让欧盟全面拥抱 Web3？
2020年9月25日，欧盟委员会 European Commission 发布了一份名为《加密资产市场监管法案》的 Markets in Crypto Assets Regulation (MiCA) 的草案，旨在为欧盟创建一个全面、统一的加密资产监管框架。该法案是欧盟宏观层面上数位金融战略 Digital Finance Strategy 一揽子计划的一部分，也是在欧盟层面第一个为加密资产建立全面监管框架的立法倡议，涵盖从加密资产的定义分类、发行和交易准入、加密资产市场服务商、预防加密资产市场滥用、保护投资者权益等问题。本周的新闻利空部分主要是围绕在 DCG 集团相关暴雷事件，还有火币发生的财务问题，引发大幅提币，造成用户恐慌。这些事件是否造成整个加密货币市场恐慌蔓延，值得我们密切关注。利多的消息仍然无法正式引爆话题，但安迪哥发现越来越多国家或是地区开始建立相关法规跟交易监管，我觉得这会是替下一轮牛市铺路。相信会有更多的用户会因此加入到加密货币领域，所以现在的熊市其实是替未来牛市打好基础。本期先更新到这里，希望看到这边的小伙伴能给安迪哥点赞、留言、加关注，各位的支持是我前进的动力，让我们一起在币圈努力当个不倒翁。